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，我大楚立国100年，坐拥九州最肥沃的土地，本是天下之主啊！可先帝和陛下劳民伤财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民生凋敝，边军缺饷，楚国危矣呀！秦戎犯边，东夷蠢蠢欲动，南蛮诸部亦有不臣之心，圣国更是对我大楚虎视眈眈，我大楚已四面楚歌。长此以往，九州这片土地上，怕是没有楚国的位置了。唉，每次议事，陛下都无心朝政，这般懈怠，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？你看，朝政如此荒废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，我们也要早做准备。陛下，我去，这锅干哪来了？我不是加班猝死了吗？这是天堂，服务还挺周到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陛下，您在听吗？陛下，我这是穿越了，成了这个把自己作死的亡国昏君楚天阙。系统呢？我的系统检测到宿主灵魂接入，明君系统已激活，宿主选我，我可以帮你成为千古一帝。急什么，小傻瓜？谁姐姐我？你只要躺平，享受酒池肉林，成功败光国运，就能带着1000亿资产回归现代，成为世界首富哦。明君系统和昏君系统刚从996的地狱里爬出来，谁要再去当007的牢门皇帝啊？姐姐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选你。愚蠢，你会后悔的。果然是荒淫无道的昏君，死到临头还色心不死。昏君，去死吧！我靠，开局落地成盒！陛下，昏君，你等着，这天下终将是我大圣的！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责罚。我去，姐姐，你也没说当昏君居然还有生命危险啊！宿主，自古昏君万人嫌，这还用说吗？你只说让我当昏君，也没说让我给小命上保险啊！新手大礼包已下发，内含昏君点数1，可用于解锁人物标签，帮助宿主找到乱臣贼子哦。陛下，没事就好，能为陛下而死，育儿，死而无憾。不对，他出现的太过巧合，莫非与刺客有关？系统消耗点数，查看他全部信息，忠心度99%。这份忠心，除了我还能是谁？太医呢？速请太医！宫女苏氏救驾有功，封为贵妃，赐君西无功。检测到宿主色令智昏，越级封宫女为贵妃，昏君点+1。陛下，宫女越级进封，有违祖制，为情乱治，乃是昏君之兆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乃皇帝，金口玉言，不容更改。昏君好啊，我就喜欢做昏君。娘娘吉人天相，剑锋偏了1寸，未伤及心脉，只需好好将养，月余便可痊愈。有劳张太医了。臣告退。姐姐，您这是何苦？万一红袖的剑再偏1寸，您就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昏君贪图享乐，但戒心极重，寻常手段根本无法接近。如今我已是贵妃，是他身边最忠心的人，我们离颠覆楚国、助大圣一统天下的大业又近了一步。爱妃可还好？托陛下的福，没有伤到心脉，养几天就行了。能为陛下挡剑，臣妾死而无憾。贵妃救驾有功，赐黄金1万两，鲛人珠1对，琉璃杯盏1套。恭喜宿主滥用国库大肆赏赐，达成成就，妖妃祸国，奢侈无度，昏君点+2，当前总点数2。才2点。系统，回现代成为亿万富豪需要完成什么指标？获得成就亡国之君，或者达到昏君点数1万点，即可完成亡国任务。不行，得再整个大活才行。要不修个离宫别院？对，就叫逍遥宫，一听就是昏君盖的。
这宫中虽好，却也烦闷。朕想为爱妃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建一座金屋，将你这娇娇儿藏起来，只给朕一人看。只可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督办此事。这有何难？谢大人学识渊博，这些年只挂着帝师的虚衔，实在屈才。谢无庸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最擅长用清高的名声谋取私利。修建宫殿预算巨大，这只老狐狸一定忍不住要掏空楚国的国库。哪像户部的秦大人爱钱如命，听说还常借由头取不义之财。秦晖这个老顽固，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守着国库比看家犬还严，对豪门士族更是铁面无私，手起刀落。必须打压他，否则我们盛国的大计处处受制。这简直是可塑之才呀！要当个合格的昏君，就得亲小人，远贤臣。爱妃的建议得反着来。臣谢无庸叩见陛下。还真是文人之手，爱妃这眼光，不去吏部当考官可惜了。老师，快请起！朕最近想建一座逍遥宫，贵妃还跟朕举荐您，说您才高八斗，想请您前去督建。竟有此等好事！可朕当时就给驳回了。老师是何等人物，天下士林的楷模，怎能让您去管那些俗物？岂不是玷污了您的清名？朕思来想去，决定新立一个四库馆，专司修史教书，就由您当馆长。再招募些同道之人，如何？此乃流芳百世的大业，非老师这般文坛泰斗不能担此重任。哈哈哈！老师对不住了，快多写点文章骂我吧，我文坛的昏君名声就靠你了。修史教书，这是明升暗降，怎么会？难道他察觉到了我最近的动作，想用这种方法将我架空，远离朝堂核心？不可能，他一向传本，绝无此等心机，一定只是巧合。也罢，除了秦晖和长孙无忧一派，这朝堂内外早已在老夫的鼓掌之间。这皇帝之位，迟早是老夫的，老臣遵旨。第一，检测到宿主架空帝师，任用亲贵贤侄，引发士大夫阶层不满，昏君点+1。才1点？不行，得再接再厉。陈忠良，传旨让秦晖来见朕，就说朕要在骊山修个逍遥宫，让他当总督办。是。陛下最近越发不按常理出牌，听说陛下还把帝师调去四库馆修史书了，莫非是要整顿礼制？难说，陛下的心思，那是我等能猜透的。陛下架空谢无庸，是终于看清了世家门阀的狼子野心了吗？他到底是真昏庸，还是大智若愚呢？秦爱卿，臣在。天气日渐炎热，朕与贵妃要去避暑，朕打算在天下各州修建10几座行宫，再挖几条运河连起来，夏天坐着龙舟去消暑，岂不快哉？秦爱卿，这件事你可有兴趣？我呸！大智若愚个屁！楚家果然是一脉相承的昏庸啊！什么？10几座行宫？陛下参思，国库匮乏之际，岂能再劳民伤财？少诓朕！朕不信我大楚还能拿不出钱来。秦爱卿，你不是爱财如命吗？这事就交给你来总办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钱不够就去给朕找，谁敢阻拦，你替朕砍了他！这昏君还是骄奢淫逸的老样子，老夫放心了。这哪里是行宫？这分明是要在全国建驿站，打通漕运啊！标注的称量处全是一旱一涝的灾区，水稻修好，周边农田就再也不缺水源灌溉了。政府每日给3个铜板，管饭还给工钱。难道陛下想用修建行宫疏通水利，顺便带动经济，还富于民？尚方宝剑是要让我有底气抄贪官污吏的家？陛下，若要赶在夏日前完工，需征召10万民夫。准，越多越好，热闹。修宫殿、挖运河、强征民夫，多管齐下，明月必定沸腾。这次的昏君殿还不拿到手软？
臣遵旨。陛下为了降低世家警惕，让百姓得到实惠，竟不惜自无名声，圣君呐！哎呀，是啊，真是谁到这了啊？没错，能行啊这个啊，不然得多少银子？秦晖不是鲁莽之人，突然应下，莫非陛下的图纸暗藏玄机？10万民夫，足够把大楚折腾散架了。昏君点，快到碗里来。检测到宿主大兴土木，强征民夫，昏君点+3，当前总点数10。秦大人饶命！这些都是祖传的家产，不是太墨来的呀！祖传？哼！去年黄河决堤，陛下号召捐款，我们史家就捐了1箱发霉的米。抠门，垃圾！抄出来的银子比国库还多。陛下是万民之主，既然比陛下都有钱，还敢说不是贪墨？办，都给我办！赃款正好给陛下修行宫，谁敢阻拦，本官有权先斩后奏。陛下的百姓的，陛下的百姓的，陛下的百姓的。好，这些豪门大族就知道占田占地，早该治治了。秦大人好样的，这是为民的好官做主啊！太好了，就该这样，都是陛下的功劳。张老爹，今天的工钱发了？发了，3个铜板还管3顿饭，比在家种地强多了。俺娃的学费就指望这个呢。大伙听着，虽然要修行宫，但绝不强征民夫、鱼肉百姓。愿意来的1日3餐有菜有肉，1天3个铜板，绝不拖欠。若是有人贪墨，尚方宝剑在此，力斩不饶。陛下圣明！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陛下这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太高了。借着建行宫的名义，朝贪官，祭灾民，通运河，骂名自己担着，实惠全给了百姓。陛下用心良苦啊！检测到士大夫骂声升级，昏君点+1；世家联名上书弹劾，昏君点+2。骂得好，多骂点。还傻乐，这种蠢货活该亡国。陛下，外面都在说您为了臣妾大兴土木，实乃妖妃祸国呢。他们还骂朕是昏君呢。昏君和妖妃天生一对。为奖励宿主，随机掉落82年拉菲1。哦豁，82年的拉菲，这系统还挺上道。这么好的酒，一个人喝多没意思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还有美人伴我醉。这昏君的日子果然逍遥快活呀！爱妃，你可真是朕的贤内助啊！为了奖励爱妃的奇谋妙计，朕给你尝个宝贝。来吧，小美人，让你开开眼。尝尝来自1000多年后的顶级佳酿。这是何等奇物，竟有如此功效！此等珍宝，这昏君竟拿来随意赏人，果然骄奢淫逸。臣妾喝了，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，不知陛下何处得来？爱妃若喜欢，叫他们再酿几坛子就是。这种奇珍，咱们大厨也能做吗？这个世界竟然没酒吗？那喝完了怎么办？我是昏君呀，据全国之力酿酒，这不是基操吗？到时候还能加昏君点，两全其美。吩咐下去，10天之内看不到酒的酿造配方，统统诛9族。陛下，天色不早了，不如陛下就留在七无宫，让妾身服侍吧。还有这等好事？检测到宿主草菅人命，为一己私欲抢了所拿，达成残暴无道行为，昏君点数+1。这引子从未见过，还用琉璃盛放，看起来异常珍贵啊！大楚百废待兴，百姓既不饱腹，陛下简直胡闹！为了一个妖妃的口腹之欲，昏君呐！哎呀，长孙大人救我！10天内，下官怎么可能研制出如此珍品？你莫怕，老夫这就进宫死谏。但这银子，老夫倒要亲口尝尝，究竟是何等魔力，能将陛下迷惑至此？这是错觉吗？这股暖意竟能驱散寒气，这样的好东西，如果分给在苦寒之地守边关的将士们，陛下用心良苦，一定要尽快研究这酒的制作方法。
丁，检测到长期不理朝政，引发朝臣联名上书，朝局动荡，昏君点+1+1+1，当前总点数998。陛下，秦大人回来了，正在御书房外等待宣召。快宣！朕正等着听他的好消息呢。这是一颗不可多得的好韭菜呀！自从他去行宫之后，我的昏君点就不断增长了呀，998，明天我就回家。参见陛下，臣幸不辱命，行宫和运河的工程已经全部完成，特来向陛下交旨。起来吧，爱卿辛苦了，朕这就传旨，大宴群臣给你庆功。毕竟把这劳民伤财的活干得这么好，臣不敢鞠躬。如今运河贯通南北，百姓手里有余钱，都能吃饱穿暖，全靠陛下的英明决断。这是沿途百姓自发为陛下缝制的万民伞，他们托臣替他们感谢陛下心系百姓。你说什么？劳民伤财，安居乐业，怎么就安居乐业了？还给我送万民伞？哎呀，你们是不是对劳民伤财这4个字有什么误解呀？警告，检测到百姓称颂，昏君点-1减1减1。警告，检测到漕运贯通，税赋增长，昏君点-1减1减1。警告，检测到万民伞现世，民心凝聚，国运逆转，昏君点-99。天杀的，一夜回到解放前呀！陛下，还有一件大喜事，您令户部研发的葡萄酒，如今已是风靡大江南北。葡萄酒颜色鲜艳，入口回甘，喝了还能暖身。南边的士大夫们更是争相抢购，如今靠着卖酒，用来装银子和粮食的仓库都新建了3座。陛下一定知道，将士们饮下此酒后士气大振，充满力量，甚至在处理伤口时用此酒冲洗，伤处竟不易感染溃烂，愈合速度更快。有了此酒，我大楚将士的战损至少能降低30%了。陛下真是深谋远虑。陛下真是深谋远虑，先用运河疏通商路，再用佳酿充盈国库。臣先前竟未能看透陛下的布局，实在汗颜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国库充盈，万民归心，朝臣心服，大楚国运稳步增长，昏君点-999，当前余额负1000，请宿主努力作死，再接再厉哦。爱卿过奖了，真不配。我不配，我真的不配。秦桧搞钱的能力真是恐怖如斯。负1000啊，楚国怎么还能越来越好呢？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呀？我身边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帮我败国的乱臣贼子呢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边关800里加急军情，郑国大军压境，贵妃娘娘和文武百官在殿外求见。我去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先选苏贵妃。是。臣妾听说郑国大军压境，陛下没事吧？我在皇宫里头能有什么事儿？只是敌国大军压境，没有合适的带兵人选。爱妃眼光通达，有推荐否？臣妃听闻常胜将军周瑜一生戎马，从无败绩，派他出征定能大胜而归，打得郑国屁滚尿流。可惜这位常胜将军早已投靠我大胜，等他到了战场上，立刻就会率兵投敌，一路从玉门关打到皇城。你这昏君，等死吧！常胜大将军周瑜不能选，一定不能选，选了怎么亡国？常胜将军周瑜，朕知道了。爱妃先走吧，朕要召集群臣了。那必应是李将军，一定是李将军统帅3军，就应该是周将军。应该是什么呀？哪有这样的说法呀？周将军，你懂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啊？郑国大军，义父曾与我推演过无数次与胜军的沙盘，他们的战法部署，我早已烂熟于心。若有我挂帅，我有70%把握能将他们拒于国门之外，甚至寻机反攻。陛下，臣请战。魏校尉，本将军没听错吧？你要请战，你一个连陛下都护不住，让刺客冲到御前的侍卫，有什么资格统帅3军去护我大楚的国门？周将军所言极是，
卫青，你别忘了你的出身，你不过是一个奴隶的儿子。若非魏不宁将军心善，收你为义子，你现在还在马厩里耍马呢。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能力。末将，院里军令状。这卫青还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说起来，这小子的反应速度还没贵妃快。忠心是挺忠心，但这业务能力，让他去对付圣国30万大军，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99%的野心，这么高的野心，造反的好苗子呀！好韭菜，真是好韭菜。这卫青野心99%，能力貌似又不咋地，还被满朝文武排挤，让他去，那就是让他去送死啊！他手下的军队肯定不服他，到时候军心涣散，一打就败。这亡国速度完美。够了，都给朕闭嘴！朕看这卫青就很好嘛，年轻有冲劲，不像你们这些老家伙，一个个畏首畏尾。朕宣布，现封卫青为护国大元帅，统帅3军。爱卿啊，可别辜负了朕的期待。去吧，我的败国先锋，我回家的希望就全都寄托在你身上。臣定不辱命，不负陛下厚恩，万死不辞。满朝文武皆以为我卫青只是个空有蛮力的奴隶之子，唯有陛下看穿了我的理想，依附魏不宁将军，将他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沙盘推演，阵法偷掠，骑射兵器，我早已烂熟于心。苦练20载，等的就是今天。胜过30万大军又如何？陛下，你信任我，我必用它为您斩出一个朗朗乾坤。臣定不辱命，不负陛下知遇之恩。此战不破圣国，誓不还。演的还真像，你带的人头敌就是报答我这个伯乐。昏君点数+50。出国历代皇帝都是个骄奢淫逸的昏君，此战必胜。待周将军带着10万大军来我们帐下，这天下迟早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兄万岁，一统天下！爸，楚国大军压境！撤！好。他们的元帅似乎带了一队骑兵。你是神武大将军魏不宁，是你什么人？正是家父。敌手已斩，降者不杀。边关这时候应该大乱起来了吧？卫青这小子野心都快漫出来了，又有10万大军在手，不造反说不过去吧？距离回家又近一步。等圣国灭了大楚，看你这昏君还怎么逍遥。不行，保险起见，得再加点料，劳民伤财，罪加一等，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传朕旨意，从民间抽调1万民夫往边关运粮，记住要快，这是给边关平叛的大军送庆功补给。奴才遵旨。得嘞，再送你们一堆粮食和1万青壮年。卫青啊卫青，我就差把皇位塞到你屁股底下了，可千万别辜负朕的一片苦心呢。陛下圣明。愚蠢，之前已经征调过一次徭役了，再次征调只会激起民变，内忧外患，这昏君简直自寻死路。那是自然，朕可是明君嘛。爱妃，朕是真舍不得你啊！算算日子，这仗打了1个多月了，大圣军队应该兵临京城了吧？就等着亡国的军报送朕回家，任务终于完成了。舍不得，假惺惺，定是这昏君已经想好了退路，打不过就跑，最后再把我这个妖妃推出去平息民愤。男人果然没一个靠得住的，臣妾也舍不得陛下。大业为重，若是陛下真要走，臣妾唯有一死以报君恩。报！启禀陛下娘娘，不好了！京城外聚集了数万百姓，把皇城围得水泄不通，说是要见陛下您啊！百姓暴动了，肯定是因为我2次强征民夫运粮。好家伙，这效率也太快了！民变一起，内忧外患，这国亡定了，回家倒计时开始。我去，好事儿啊！朕的意思是，区区一群渔民暴动，有御林军在，怕什么？陛下，边关吃紧，百姓造反，不如陛下还是先避一避。
昏君就是昏君，大圣一统天下，天命所归。等你出了这宫门，我便立刻传信给野仙，让他将你剁成肉泥，以你的项上人头作为献给我大圣皇帝的见面礼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这是送我回家的赞歌呀！这是圣国凯旋的战歌啊！报！又来一个，敌国打完了，能回家了，这么快？等等，不对，他怎么一脸喜色？不该哭丧着脸吗？边关800里加急，我军大胜，兵马大元帅卫青斩首敌手叶仙，夺回先帝割让13城。什么？丁，国运持续上升，昏君点减100，减100，余额负2万。突破最低下限，1月内不回正，系统解绑，宿主抹杀。夺回13城？啥？夺回13城？是啊，百姓方才围着皇城，就是为了看魏将军凯旋，此乃顺应民心之举。陛下可要去迎接？呀，有这个屁！完了完了，魏青这小子是真开挂，也是真克我呀！再让他打下去，我就要因为系统欠费挂了。野仙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周瑜呢？怎么是卫青？传朕旨意，让卫青赶紧滚回来，立刻！再不回来，我马上就要打了。臣来了。臣卫青拜见陛下，此乃敌国元帅野仙首级，臣不负陛下重托，特来交旨，请陛下过目。回禀陛下，您着人酿制的葡萄酒，在战场上令将士们胆气大开，勇猛无比，还能给伤口消炎，令我军伤亡大减。这次边关大胜，都是陛下的功劳啊！陛下您真是高瞻远瞩，微臣佩服。啊，人头，臣妾好怕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圣国最勇猛的虎狼将军，就这么被削手，以如此屈辱的姿态来到楚国，统领三军的为什么不是周瑜，而是奴隶出身的卫青？葡萄酒，难道楚天阙那时就开始谋划？那他会不会发现了什么？爱妃莫怕。一，检测到卫青斩首敌方元帅，夺回13城，大楚万民归心，国运大幅提升，昏君点负1万，目前负3万欠款再度突破下限，生存时间减10， 20天内不回正，抹杀抹杀抹杀。天杀的，又失败了，生存时间又少10天，你这叫不负我的重托，你可负大发了！老天啊，我就想做个昏君亡个国，咋就这么难呢？不过为什么卫青不造反还打了胜仗？99%的野心难道是假的？不，系统不会出错，卫青不可能是忠臣良将，一定有哪里不对。对了，他一定是不想屈居人下，才不想投靠圣国的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要想办法让他名正言顺造反。不如传旨，卫青开疆拓土，夺回13城，功在千秋，特封为镇南王，统领南蛮3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卫青夺回13城，功在千秋社稷，特封为镇南王。钦此。陛下不可呀！太祖有言，哪怕王室血脉，也不可轻易封王，分割王土。丞相所言极是，魏元帅功在社稷，可一姓王的先例断不可开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员外大人所言甚是，能得陛下如此信重，臣死而无憾，不敢居功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卫青已经立下不世之功，这蠢货不虚权就算了，还敢封王？这么蠢的人，凭什么拥有如此多的能臣良将？真是上天不公！收回成命？收回成命个屁！你不当王爷，怎么名正言顺养民造反？行了，夺回13城乃名留青史的不世之功。他班师回朝时，万民跪迎，乃民心所向。朕不仅要封王，还要他世袭罔替，面君不跪，退朝。一，检测到宿主违背祖制，封异姓为王，开启群雄逐鹿，动乱之始。昏君点加1万，当前点数负2万，剩余时间20天。太好了，我的昏君之路终于走上正轨了。等我再搞几个骚操作，昏君点回正，就能脱离死亡倒计时了。这是为何呀？陛下如此信我，一姓封王，还把楚国的门户交给我。臣谢陛下隆恩，愿为陛下万死不辞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别万死不辞了，你快点造反，马踏皇城，我就谢谢你了。圣国虽然战败，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用得好，我还能在他身上薅到许多昏君点。让我们满饮此杯，恭贺楚国大胜，
敬圣国使者为和平远道而来，臣等恭贺陛下。该死，这分明是在羞辱！要不是我圣国最勇猛的勇士也先战死，哪里能让楚国如此嚣张？先和谈吧，等我把楚国的情报带回去，等圣国恢复元气，今日之迟，来日必偿。此乃我国能工巧匠耗13年制成，贵重无比，现作国礼，献给楚皇。此物精妙，楚国怕是无人解得开。圣国愿意用此物的解法，换取野仙元帅的头颅。哟吼，战败了还这么狂，当我没看过真某传呀？摔了摔了，圣国那么嚣张，和谈什么呀？继续打吧，两国征战，劳民伤财，昏君典还不滚滚来？哼！陛下不可！陛下。使者为求和而来，这9连环是国礼，是和平的象征。镇南王和丞相言之有理，两国征战事关天下百姓，陛下不可胡闹。亏我之前看他打压我，提拔卫青，还以为他变聪明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蠢货只是运气好。我还是投靠圣国吧。这个蠢货蠢成这样，怎么可能统一6国？圣国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两国再起争端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。9连环这不就解开了？这叫一力降10会。圣国乃大国，真心求和，该不会在意一个区区的9连环吧？要真在意，那就赔他10个啊，不，100个好了。反正我们国库有的是钱。你怎么敢？不对，他在告诉我，也是在告诉整个圣国，不要跟他玩弄心机。所谓的巧计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，如同这地上的碎玉一样，砸1个赔10个，这是何等的蔑视！这楚地看似昏庸易怒，实则图谋甚大呀！楚皇如此残暴，我还能活着回去吗？陛下说的对，外臣心服口服。楚天阙什么时候这样有帝王威严了？不对，我教了他10年，他就是个昏庸好色的蠢材。还能这样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就是帝王之术吗？因检测到宿主轻贱邦交陷我，可能导致两国再起兵祸，符合荒言无大克制。昏君点加5000，当前点数补15000。王大人，请。两大人来，共饮此杯。贵妃娘娘说，皇帝昏庸只是运气好，按原计划行事。灭我圣国几10万大军，只是运气好吗？罢了，贵妃是我圣国最厉害的一张王牌，她唯一的亲人，还被陛下养在皇宫，她绝无可能背叛。楚天阙是猫还是老虎，一试就知。楚皇陛下，光喝酒多没趣，不如上沙盘推演一二，助兴。圣楚两国相邻，原该以和为贵，也免得劳民伤财，百姓颠沛流离。好家伙，这不就和运动会演习一样？说是友好交流赛，实际是展现实力和威慑，搞鸡毛啊！不劳民伤财，我怎么拿昏君点？好像也行。不能打架，那就打赌吗？赢了我就要3000美女，输了能气死文武百官，怎么都不亏。可以，不过既然是助兴，总要有彩头。圣国若输了，朕要3000佳丽，得是圣国最美的女人。今日之后，我好色的名声怕是要传遍6国。如果圣国在我这些女人里面加点探子奸细，就更好了。可以，但若楚国输了呢？若是朕输了，条件随你提，金口玉言，绝不反悔。陛下不可呀！两国之间的赌约何其郑重，怎可设计如此轻浮之事？3000美人，这个赌约传出去，陛下连带着楚国都得遗臭万年。是，帝王一怒，重笔千金，怎可轻许？万一圣国要刚打下来的13州怎么办？这，陛下身为国君，怎可如此轻浮，好色为荣？还拿到两国邦交这么严肃的场合，这赌约真是输了丢人，赢了也丢人呢。陛下，3000美人有什么用？咱们要点实际的吧，比如3000匹好马。骂吧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昏君点稳了，朕乃95至尊，金口玉言，朕不会输。来人，搬沙盘来。因检测到宿主夸下海口，以国土和百姓为赌注，昏庸至极。昏君点加10000，当前点数负5000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哦。我去，天助我也！圣国使者真是活着的刷分神器呀！打个赌就加10000，真想把刚打下来的13州输出去，这样夫君马上就能回家。唉，可惜这赌约说出去，赌就打不成了。我的手机、电脑、毛子、瓜子。陛下，
乃九五至尊，行军打仗乃粗人的事情，且让臣来吧。我代表的是我家陛下，你一个奴隶出身的王爷，不配和我比试。难道你也想代表楚皇？我听闻将军大胜归朝那日，万民跪迎，围困皇城，就为了让楚皇陛下出来迎接将军。将军可真是民心所向啊！当我傻呀，真让你来，我不得输定？如此一挑拨，我就不信楚天阙还能容得下你。挑拨离间，陛下，臣绝没有不臣之心啊！好家伙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你要真没有僭越之心，我才要哭。天杀的，我还等着你造反送我回家呢。你是笃定朕会输？陛下万万不可呀！陛下万不可呀！陛下千万要三思啊！陛下放肆！朕乃皇帝，无需别人智慧。尔等是想僭越犯上吗？如此专横跋扈，看来贵妃没有骗我。楚天阙看着威严，实则是个蠢货。看来之前打胜仗纯粹是楚天阙运气好，他本人还是个昏君。哼，天助我也！我大胜一定能一统天下。陛下怎会不信我？不对，陛下深谋远虑，一定另有打算。楚皇请看，这是我国水军的铁甲连船之术，乃用30艘战船以铁索连之，外附铜甲，箭雨难穿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楚皇可能破？这不是火烧连营吗？当谁没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？火游一到就成铁板烧了。不，楚皇说笑了。去年西戎10万大军就是被这连船之计牢牢挡住。我们有特制的防火棉。还好还好，我就说圣国使者不会输给我这个一点军事都不懂的人。随便插几个，反正一定输。弓箭手所在的地方是云州、韩州、冀州，这是我军最重要的粮草运输路线。代表军队的棋子驻扎的地方是石头村，那是我国最大最隐秘的铁矿。还有弓箭手放在断魂崖。这敌军是表面上那般昏庸，如此做戏一定所谋甚大。我得赶紧回去禀报陛下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营下赌约，发现敌国军事破绽，令敌国使者闻风丧胆，询问新的臣服，达成成就圣明之君。昏君点减5000，当前余额负1万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圣明之君，昏君点减5000，余额负1万。累了，毁灭吧！又失败了。我打赌是想加昏君点的呀，怎么扣回去了？不是我的错。你狗毛啊！放水都放成海了吧！一个使者能输给我一个完全不会军事的新手，简直要疯！这就是圣国最珍贵的宝物，圣国的诚意，哼，不过如此。懂了，他踹翻沙盘不是愤怒，是警告。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你们引以为傲的国防部署，在我眼里就像这个沙盘一样不堪一击，可以随时将其踏平。陛下息怒，是小使愚钝，未能领会陛下的深意。我圣国知错了。见鬼！我他妈有什么深意？我就是单纯的发泄一下呀。不是，兄弟你别跪呀！万一系统认定你臣服于我，又扣我点数怎么办？检测到宿主破坏珍贵国礼，会一己私利破坏和谈，致使兵戈再起，生灵涂炭，达成成就无道昏君万民唾骂。昏君点+1+1加9999，余额1，生存危机解除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哦。还好没扣，那就放他回去吧。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直接靠打仗灭国吧。陛下三思啊！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丞相不必担忧，陛下深谋远虑，一定不会有错。陛下可别坑我呀！国库没钱了，真没钱了！圣国狼子野心，哼！从父皇那一代起就屡犯边境，若不乘胜追击，
必有后患。打就打，我楚国一定会踏破郑国国都。镇南王，你说是吗？臣愿为陛下刀剑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确实是我的刀剑。日后兴起兵戈、劳民伤财这方面，还得靠你呢。他班师回朝时，万民跪迎，围困皇城，妥妥的民心所向，帝王之子。这就是赞助我回家机票的榜一大哥呀！愿替陛下开疆拓土，一统六国，成为天下共主。啊！榜一大哥，你说啥？天下共主？检测到宿主微服四海，众臣臣服，触发成就天下共主之资，国运持续上升，昏君点减1减1减99999，余额负10万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欠款超过10万，下限持续走低，触发红线，7天之内不回正，抹杀！抹杀！抹杀！我勒个去！我记得郑国还欠我3000佳丽吧？3天之内要不送过来，朕就要御驾亲征，马踏郑国皇城。朕限你3日之内把3000佳丽送来，否则朕就御驾亲征，马踏郑国皇城。你就庆幸我没有随便杀人的习惯，不然你这个坑我的混蛋就该被我凌迟。负10万呀，负10万！这还债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回家也才要10万昏君点呀！哦，不对，7天之内还不上，就被系统抹杀，我的人生就真到头了。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陛下放心，3000佳丽定能如约而至。3000佳丽，天下共主，盛世明君，如此荒淫无道，我刚才怕是瞎了眼吧？陛下，臣迷美色，非明君所为呀！陛下，3000佳丽比先帝还要荒唐。我老了，已经老眼昏花到看不清陛下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了。丞相言之有理，3000个娘娘，光发月例银子就能把国库搬空了吧？臣附议。盛国盛产马匹，3000个美人，还不如3000匹上等好马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三思，万万岁！养3000个娘娘，俸禄还发不发了？检测到宿主向郑国索要3000佳丽，触发成就昏君无道，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昏君点加1万，余额负9万。剩余时间6天23时50分49秒，请宿主抓紧时间哦。这是什么魔鬼 KPI？ 大胆！你们联起手来逼朕，是想逼宫造反吗？众位大臣日日有操不完的心，实在辛苦。陈忠良，你去告诉御膳房，按照朕的方子，给各位大人做一碗十全大补汤，务必要真材实料，不可吝啬。是。十全大补汤，我立志以身报国，连老婆都没有了，不需要啊！陛下厚爱，臣愧不敢受。你有3000个老婆要养呢，您省着点吧您。爱卿不必客气，这汤是朕叫人精心准备的，人人都有，必须吃，必须吃完，这是圣旨。陛下果然和先帝一脉相承，喜欢捉弄人，骄奢淫逸，昏庸至极。还好我早通明主，不过看他笑得这么欢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！我不好的预感成真了，这碗黑乎乎的东西能吃吗？陈忠良，给各位大臣介绍一下。启禀各位大人，此汤名十全大补汤。各位大人请看，这肉桂是观音白土做的，此乃苦菜，象征翡翠。这是白玉，都是让人精挑细选过的，保准不会噎着。各位大人放心吧，这十全大补汤名副其实的珍贵。这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如此秽物，怎可下嘴？陛下安敢如此羞辱百官？我敢端上来这东西就肯定能吃。什么叫做羞辱？老师应该知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要是如果不想吃，可以让陈忠良帮你一把。陈忠良，是。不要！暴君！兵
检测到宿主折辱大儒谢无庸，触发成就昏君残暴遗臭万年，昏君点加1万，余额负8万，比活下来更进一步。拖下去。你们还有谁需要帮忙的吗？一碗十全大补汤，不仅得罪文武百官，还得罪天下学子。楚天阙真乃作死的一把好手，天与我大圣啊！听说福王楚元作已经回京，当年他和楚国先帝抢皇位，棋差一招落败，这么多年还野心勃勃，不改其志，觊觎皇位。我得把这个消息传给他，让大楚狗咬狗，乱成一锅粥。那时相比，陛下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推辞责怪陛下？吃得心肝脾肺都苦的野菜，在陛下没有修建行宫运河之前，是百姓的主食。陛下是想告诉我，他一直没有忘记民间的疾苦，是边关漫天黄沙的味道。陛下是在告诉我，边军们的辛苦他看在眼里。好，有刺客保护王爷。不对，好像有密信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正巧不知道怎么给那个抢夺皇位的小崽子找麻烦呢。嘿嘿，赶紧让人传出去，那昏君荒淫无道，破坏和谈，只为强迫圣国送3000美人，还逼迫劝诫他的文武百官喝沙子吃观音土，导致大儒谢无庸生死不知。要快，3天之内，本王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而且还不能让人知道是本王传出去的。我要光明正大登上皇位，是昏君无道，本王为了百姓无奈造反，万民归心，天命所归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悄悄给被打的文武百官送上药和慰问，特别是那少年英雄魏将军和帝师谢无庸。王爷礼贤下士，我相信文武百官会明白谁才是明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沉迷美色，荒废朝政，昏君点加1；检测到朝臣进谏被拒，君臣离心，昏君点加1。这避火图我都要看吐了。不搞大事，昏君点还是太慢了。可我就剩4天了呀！怎么办？陛下，圣国送来的3000美人已经到边境了。敢问陛下该如何安置？都是什么位分？安置在何处？对，我把他们忘了。传户部尚书秦晖，我要给3000美人修建新宫殿，全要用钢铁来修。金屋藏娇算什么？钢屋藏娇才是独一份呢。奴才遵旨。哼，在古代，钢铁比金子贵，我就不信了，这还榨不干楚国国库？什么？陛下，你要钢屋藏娇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藏娇，听起来不妙啊！不管了，先装傻。陛下，啥是钢材？真不知道啊。没关系，土法炼钢我会。你要先建高炉，然后用铁在……世上竟然还有比铁更坚硬的材料！陛下圣明啊，让3000美人一定是陛下掩人耳目的计谋。可铁矿开采不易，原材料短缺，短时间内怕是难以建好钢屋啊。这简单，朕下一道旨意，从民间收取铁制农具炼钢材，材料不就有了？总不能委屈了我的美人们吧？那百姓怎么办？农耕怎么办？
农耕和粮食是国之根本呐，陛下。这是你的事，你抗旨不遵，是想再来一碗十全大补汤？听说那天宴会后，大臣们的府邸传出诡异的惨叫之声。算我刚才瞎了眼，昏君，这绝对是昏君，无道昏君啊！你去找父王，就说是。好，好啊！昏君无道，何该我这个明主上位？杀昏君，救天下。你安排人去帮一帮我那个侄子，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收到农具，修筑宫殿。再安排人去传一首童谣：楚王昏，百姓苦，纲无藏骄，夺农具，天荒地枯。楚王昏，百姓苦，纲无藏骄，夺农具，天荒地枯。饥荒遍地，百姓苦，求民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抢夺农具，纲屋藏娇，破坏秋收农耕，触发成就倒行逆施，万民唾骂，昏君点加10万，余额20580。恭喜宿主昏君点回正，抹杀倒计时取消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成功。活下来了！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还以为要 BBQ 了呢，幸好卡着点回正了，祖宗保佑啊！陛下，您没事吧？外面候着，不准进来。Yes， 活下来了！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了，我就知道我是带着系统的主角，是天命之子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陛下，徐昭仪有请。陛下，王美人来送汤了。陛下，李贵嫔说她心口疼，想让您去看看。滚！让他们都滚，都给朕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。一群我达成昏君成就的工具人而已，探子还好，万一有4个，半夜给我一刀怎么办？还是贵妃忠心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来了。滚呐！不对，快些！那么多妹妹进宫，宫殿都住不下了，妾身还以为陛下早忘了臣妾呢。怎么会？后宫3000佳丽，我只信你一个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放弃你。陛下又动弄臣妾，怎么是动弄呢？这宫里四四方方的天，永远都批不完的奏折，永无止境的争风吃醋，实在太无聊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做这皇帝，就做个闲散王爷或者普通百姓，和爱妃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儿孙满堂，子女绕膝，该多好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古来皇帝就是佳丽3000，楚天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不，这个昏君好色又昏庸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想当个普通百姓吗？父王会很高兴的，我等着你们狗咬狗，到时候就是我大胜的机会。对，没错，我这一生只为大胜而活。臣特来向陛下辞行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被百姓唾骂，昏君点+1；检测到宿主被官员唾骂，昏庸无道，昏君点+5，可用余额25888。少归少，但细水长流啊！要不要天天给他们送一碗十全大补汤？陛下，啊，你说啥？臣说，臣愿誓死效忠陛下，若有战，召必回。望陛下保重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真他妈好啊！你倒是马踏皇城，可不就是若有战，召必回吗？镇南王那么着急去赴任干什么？丞相年老，你一走，陛下胡闹时，我可就独木难支了。我必须走。陛下不是昏庸之人，让我去驻守南边，必有深意。还不昏庸？他为了美色，
强夺农具，破坏农耕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还不知道秋收怎么办呢？恐怕在百姓眼中，我亦是个媚上的奸臣。来日灾荒来临，恐怕一死一些，天下也难赎其罪啊！这正是陛下的深谋远虑之处。你瞧那钢材，不仅能做屋子，还能做兵器。或许钢屋藏娇只是伪装。前些日子探子来报，南蛮易董东夷夷降于圣国，似乎也有不臣之心。我相信终会有一统天下、决一死战的那一天。邻居屯粮，我屯兵，邻居就是我粮仓。只要你抓紧造一批钢制武器运到边境来，到时神兵天降，不管是去买还是去抢，我相信南蛮莫敢不从。原来如此，陛下牺牲名声，故作昏庸，都是为了百姓，为了楚国。我还误会他，我真该死啊！王爷，陈忠良的消息来了。楚天阙那小子说什么？皇位太累，批奏者太无聊，想做个寻常百姓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既然他这么说，我就成全他。江山社稷还是由本王来勉为其难承担吧。好侄儿，就让本王帮你变成一个遗臭万年的万古昏君吧。拜见陛下，几年不见，陛下清瘦不少啊。王叔不必多礼，这么早来找朕有何事啊？没事儿，我就去睡个回笼觉了啊。演技真好，丝毫看不出来这家伙当初跟原主家的老登争皇位，争得跟乌鸡也似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就喜欢这种乱臣贼子。标签还是野心100%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！亡国帮手又多一个，外有卫青，内有福王，内忧外患，我就不信亡不了国。陛下说什么？我说你的野……啊，不对，你有啥事儿？臣说圣贤有云，天下大为荣与忌。陛下钢屋藏娇在民间引为美谈，何不再建一个祭台？一来列祖列宗定会感念陛下孝心的，二来陛下与贵妃娘娘同登祭台祭祀先祖，正好证明陛下和娘娘感情深厚，洗刷钢屋藏娇带来的好色名声。这孝心，让祖宗被天打雷劈的孝心吗？那可真是哄堂大笑。钢铁可是导电的，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野心？福王言之有理，朕准了。那这名字就叫烽火台吧。虽然叫电火台更写实一点，但古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烽火台和昏君绝配呀。一定要选个风和日丽的时候登台，不然还不得被雷公一网打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王爷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这胖子看着也不是明主之相，有他和楚天阙龙虎相争，大圣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这就是最近声名鹊起的贵妃，果然是红颜祸水，难怪把我这个侄儿迷得团团转。我的皇位稳了。陛下和王爷在说什么呢？看来臣妾来的不是时候。怎么会？我早说过，这御书房爱妃想来就来。朕打算在骊山之巅为你建一座天下最高的烽火台，再召集我大楚最精锐的儿郎为你一人演武助兴。到时候朕点燃烽火，会有千军万马为你而来，高颂你的名字。爱妃高兴吗？这另类的烽火戏诸侯一干，在你这妖妃的映衬下，我昏君的名头就坐实了。妖妃太难听了，妖后吧。你助我归家，我封你为后。不，这就是个昏君。苏莲，愿你清醒一点，他在利用你，利用一个妖妃，
减弱他昏君的名声，让你为他背起骄奢淫逸、祸国殃民的罪责。可万一他是真心的呢？万一他不是个好皇帝，却是真心爱我呢？陛下如此厚爱，臣妾却之不恭。我当然要答应，我就是来祸乱朝纲、夺取他的江山的。我们迟早会变成恨彼此入骨的死敌，没有另外的可能。太好了，昏君中计了。昏君和妖妃真乃绝配，烽火台建好，就是你楚天阙身败名裂，我取而代之之时。好一个诡计多端的昏君，明明是他骄奢淫逸，骂名却全让姐姐背了。亡国昏君，不足挂齿。你去联系我们在城中的信鸽，把这上面的话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。姐姐，这昏君无道日子乏，福王献计把火搭，烽火抬高军饷尽，只为妖妃笑哈哈。演武场上选英豪，夺魁之人最堪夸。可怜一朝英雄汉，净身入宫伺候他。这不仅把昏君骂了，连福王也一起骂了。还说要把演武夺魁的将军变成太监来伺候你，这谣言也太恶毒了！这要是传出去，你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呀！你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是让楚国乱起来，不是换一个比楚天阙更精明、更难对付的福王上来。我要让他们叔侄相争，狗咬狗，把这大楚的国力耗得干干净净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楚天阙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是真的爱我，还是故意立我做靶子，把我塑造成妖妃？姐姐，您这又是何苦？别矫情了，赶紧去做正事。我们这样的人，从来都身不由己。怎么样，昏君要为妖妃建烽火台的事儿传出去了吗？回王爷，传出去了。可他们都说是王爷您进的谗言，而且他们还说，什么？那流言把本王也牵连进去了？本王的贤明啊！我就不该心急，这下好了，和楚天阙的狗屎站一块儿了，赶紧辟谣辟谣啊！建烽火台是我故意的，但让三军演武讨好贵妃，还要把勇冠三军者抓去做太监贴身保护贵妃，这缺德事儿真不是我提的呀！本王才不会如此昏庸无道！丁，宿主的骚操作传遍天下，导致流言四起，民怨沸腾。恭喜宿主触发成就当世夏桀，昏君点加5万，当前余额75888，随机掉落奖励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1件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完成任务。1、2、3、4， 5个位数，一下到手5万，太好了！再有2万多我就能回家了，可得好好庆祝。不能半场开香槟，容易夭折。呸！乌鸦嘴！陛下娘娘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我的个亲娘嘞！flag赢得这么快吗？这和爱妃好着呢！闭嘴蠢货！陛下，长孙丞相带着文武百官逼宫。不对，为了寝宫准备死谏呢。有这好事你怎么才说？老天保佑，再来2万多昏君点，我就能提前申请回家了。文武百官给我送钱来了，都是好人呐。烽火台乃是前朝昏君周幽王所建，军演之事更是亘古未有，请陛下三思啊！陛下丞相说的对，
户部刚给三钱娘娘修完钢铁宫殿，国库真没钱了呀，陛下！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诛杀妖匪。我可去你们的！你们想做什么？逼宫吗？谁说君衍之事亘古未有？那是你们见识太少。我家兔子就常常军演，血脉觉醒时，最高战绩1挑8。还有你，你还敢提宫殿？好好的宫殿让你建成鸟笼了，朕的美人泉水大通铺，你这是吃了多少回扣？好意思说国库没钱？臣没有，请陛下明察。克扣下来的钢材全让卫青拿走了，真一个字儿没进我。别狡辩了，来人，把这群僭越逼宫的家伙统统抓进大牢，好好长长记性。昏君，你个无道昏君，不顾百姓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和妖妃不得好死！哟，挺狂啊！骂我的都打烂屁股，这次扒了裤子打。陛下，天牢环境恶劣，丞相大人年事已高，百官身份贵重，不可如此折辱。是啊，大人们都是国之栋梁，接受些委屈没什么的。不必说了，朕意已决。这哪里是妖妃，这分明是祥瑞！是朕偏要宠她的，你们为什么不怪朕？检测到宿主色令智昏，残害忠良，独断专行，将文武百官打入大牢，触发成就残暴昏君，昏君点加2万，余额95888。恭喜宿主，距离提前结算只剩不到5000昏君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哦。胜利的曙光，离成功只有1步之遥了。我的毛子、华子、电脑、空调。好啊，好啊，本王还没做什么，你就自己失了人心。天命果然站在我这边。可诸位大人都进天牢了，朝堂上的正事谁管？又是只能薅羊毛的好羊，可惜我就要攒够回家的票钱了，可不想放弃到手的昏君点去成全你。那就让他们在天牢办公好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他们在官位上坐得太久，天天只会管朕的闲事，恐怕早忘了什么叫民间疾苦。朕心善，让他们再感受一下年轻时候10年寒窗的感觉。昏君就是昏君，一天美人计就拿捏了，文武百官都被打入天牢，这下他怕是真要遗臭万年了。我就是寒门，陛下说的没错，老臣确实在高位上坐太久，忘记民间疾苦，早忘了当初要为民做主的初心。先帝昏庸至此，我却篝火至今，如今陛下胡闹，我却只想着退隐。我对不起百姓，我该死啊！我虽没忘为民做主，可也早没了当初那种要让天下百姓都吃饱饭的锐劲。到最后还记得这些，点醒我的竟然是陛下。是啊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实在不像话。陛下用心良苦，至于烽火台，肯定是父王尽谗言。怎么回事？明明罚他们去天牢的是楚天阙，求情的是我呀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慷慨激昂的发言令群臣归心，昏君点减5888，余额9万。我勒个去！这些人是抖 M 吗？还好，还有9万，等烽火台建成，就能凑齐回家的车票了。臣等拜见陛下，拜见贵妃娘娘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不必多礼，三军演武，开始吧。比试开始。哎呀，我输了！不，兄弟不用让着我，我才疏学浅，赢的该是兄弟你才是。孙子，你想害我？赢的明明是你！我是前天呀！哎呀，算了！哎呀！唉，今日风大。是啊，风向不好。好过分！我输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如此拉胯，
这就是我们大楚的精兵？你没听流言怎么传吗？三军比武优胜者要为陛下变成太监，贴身保护贵妃。哎，这谁敢应？太好了，看来流言起效了。等楚天阙尽失民心之时，就是我上位之日。烽火台都建成好几日了，系统奖励怎么还不来？难道真要我像流言那样把军演冠军嘎蛋不成？系统你变态呀！丁，烽火台建成流言四起，恭喜宿主触发成就变态暴君嘎蛋狂魔，昏君点加1万，余额10万。系统，我要申请提前结算，我要回家。丁，检测到王国任务未完成，10万昏君点只够返程的车票，不能带走任何奖励，请问宿主是否提前结算呢？我回去还是穷光蛋。我考虑有危险，宿主小心。昏君，去死吧！我来保护陛下！陛下小心，护驾！护驾！刺客，抓刺客！臣救驾来迟，令陛下受惊，请陛下责罚。妈呀！如果不是穿了系统掉落的金丝软甲，真的要BBQ了。等等，这场景好像似曾相识。卫青是你什么人？你该不会叫霍去病吧？末将乃真南王的表弟霍无极，奉命带兵回京参加军演。能杀了昏君最好。杀不了就嫁祸给卫青，我要他们反目成仇。少主杀了他，杀了昏君，主上就有资格逐鹿天下。好明显的栽赃嫁祸，不过跟我没关系了。系统，我要申请提前结算。再待下去，万一钱没赚到，反把命搭上了。申请中，因余额不足，申请失败。申请失败？怎么可能？我刚挣到10万昏君点呢！你该不会是私吞了吧？检测到宿主以身为饵，将潜伏在楚国的圣国杀手一网打尽，国运上升，昏君点减20万，余额负10万。警告！警告！昏君点再次达到下限，半月之内不回正，抹杀！抹杀！我勒个去！又来！3天了，陛下您终于醒了，可担心死臣妾了。3天，倒计时12天。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陛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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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呢？陛下病得都说陛下这次怎么了？不用担心，陛下只是受到惊吓，急火攻心。待我扎上一针。
哎，别，朕没事了，你退下吧。刺客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就扣我20万？经查明，刺客是圣国的探子。陛下昏迷的这3天，我已经撬开他们的嘴，抓获京城周边隐藏的刺客和探子100余人，断掉了他们所有的据点。现在皇城稳如铁桶。镇南王并无谋逆之心，请陛下明察。难怪，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忠臣。陛下，来人，你指霍无极救驾有功，封骠骑将军。我能怎么办？负债10万，还不如指望卫青马踏皇城亡国来得快。臣愿誓死效忠陛下。陛下竟如此信任我们，表哥没有骗我。陛下是个深谋远虑的明君，他建烽火台，一定是想以身为饵，调出圣国的探子。之前我还因此怀疑过陛下是个昏君，我真该死。陛下不可！陛下不可呀！不管怎样，让陛下以身犯险，就是臣子的失职。娘娘言之有理。这封赏要成了，卫青还不得为楚天阙死而后已？那可不行。不必说了，朕相信卫青，我还指着他造反呢，他可是我的底牌。至于大臣失职，请回听令，朕赐你尚方宝剑，监察百官，有贪官污吏、尸位素餐者，杀无赦。杀吧，看谁不爽就杀，嘎嘎乱杀，我的昏君点就靠你了。陛下如此做，万一朝中生乱，爱妃不必担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朕都会护着你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朕就封你为后，与你共掌江山。封后，共掌江山，他竟如此信任我，可我却……不，这个昏君只是想把我立成靶子。妖妃和妖后有什么区别？他是楚国的国君，我是圣国的探子。娘娘不好了，娘娘，柳大人、韩大人、李大人家被抄了。我们在京城附近的据点和钉子被拔出了9成，现在亲近我们的圣国大臣里，除了帝师谢无庸之外，都被拔除了。不会的，他昨天还说要封我为后。把楚天阙要封我为后这事传回去，就说我会立刻想办法祸乱朝纲，请圣王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丁检测到秦晖拔除敌国探子和贪官污吏11个，超出赃银1000万，国库爆满，国运大幅提升，昏君点减5万，余额负15万。检测到昏君点数为负数，请宿主早日回正，否则猛杀。我可去你的！就1个晚上，秦晖就搞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咋不上天？陛下息怒，臣子们不得用，再选一批就是了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对呀，再选一批就好。科举，科举一出，那些世家大族不得狗急跳墙？对了，女人也可科举，到时3纲5常一破，天下必反，其他国家也会趁火打劫，内忧外患之下，我就不信不亡国。爱妃真是我的福星。上承天恩，下恤万民。陛下有旨，自今日起开科取士，凡我大楚子民，不论出身，不分男女，皆可应试。一朝提名，便可入朝为官，为国效力。钦此。你听到了吗？不论出身，我们寒门子弟终于有出头之日了。陛下圣明啊！荒唐，真之荒唐！
女子科举，让女人入朝为官，这是要乱了纲常，颠倒乾坤啊！是啊，女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女子怎么能入朝为官呢？女人入朝为官呢？这有谁知道啥？他说的真的假的？这女子怎么能入朝为官？不像话！女人也可以站在朝堂上，掌控自己的命运吗？做什么白日梦呢？你一个女人家，不好好在家学女工绣花，出来抛头露面，还想当官儿？你忘了爹是怎么说的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你读的那几本破书，能当饭吃，还是能给你找个好婆家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张屠户家还等着你去相看呢。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嫁给屠夫。皇榜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女子也可以考试，考上了也能做官。考试就凭你？你看看你，整天舞刀弄枪，比男人还野。陛下要的是知书达理的才女，不是你这种女混混。再说了，你考上，那些朝堂上的大人们会听你一个女人的？别做梦了。女人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，传宗接代。我不信，凭什么我的命运就要由别人来定？我想试试。女子来读书，甚是紧张啊！看，还真有女人敢来考科举啊！抛头露面，不知廉耻。他不会真天真的以为陛下想女人做官吧？陛下只不过为了公平，更为了用女子科举转移世家大族的视线，削弱寒门和世家的矛盾，一枚棋子而已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女子科举就是一个天头，一个陛下用来转移世家大族视线的点缀。如何使万民安居乐业？这万民中可曾包括女子？女则女戒，贞节牌坊，三从四德，相夫教子。你们用一条条戒律将女子困一辈子在国外，让无数女人为睁眼看看那世界就为人所弃所杀，这就是所谓的万民安居乐业吗？何其虚伪！怎么考试人数这么少，而且一个女子也没有？虽然这场科举办的是仓促了些，而且因为时间的限制，仅限京城人士，但这可是鱼跃龙门的机会啊！不应该争着抢着来吗？我去，这是写的啥？为天下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都是大佬啊！不能选，不能选，不然我啥时候才能亡国？庸才呢？庸才呢？考场上就没一个庸才吗？哎，等等，终于看到一个女的了，她好像还交了个白卷。你为何不写？回陛下，此题太难，小女子解不出来。只要朝堂一日不重视女人，百姓安居乐业就一日做不到，因为始终有一半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楚中。好，好，好，答得好！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，本就没有答案，唯心而已。来人拟旨，将这位大才封为丞相。长孙丞相年事已高，请让他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。臣是女子，臣还未通过科举。我知道啊，我就要女子，就要打破常规，把朝堂搞得一团乱。陛下英明，这位人才还不赶紧叩谢陛下？这下朝堂上要乱了。楚天阙还真是坚持不断的找死啊！要不是运气好，早亡国。陛下为什么那么做？是为了立我做靶子，挡下所有攻向科举的刀剑吗？臣武梅叩谢陛下隆恩，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是也没关系，这是我唯一挣脱牢笼，站在朝堂上实现抱负的机会，也是天下女子掌握权力的唯一机会。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一往无前。武梅，武媚，武媚娘，我的个老天奶，这不会是这个世界的武则天吧？妥了，妥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扰乱官场选拔，提拔女混混为丞相，导致百官怨声载道，处罚成就乾坤颠倒，聘击司臣，昏君典加10万，余额负5万，抹杀倒计时9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脱离生命危险。原有圣果，近有卫青或无极，朝堂之上还有个武则天，内忧外患齐活了。
何愁不得亡国？陛下，这不能这么进行啊！陛下，怎能让女人入朝为官啊？成何体统啊！科举就罢了，乌梅一介女流，怎可与我等同入朝堂？是啊，世家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一向是我朝根基。陛下罢免长孙丞相，随意提拔一个女流相替，不怕天下人唾骂，官场暴动吗？为了朝廷安稳，请陛下三思。朕意已决，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朝堂也是朕的朝堂。尔等罔顾皇命，抱团威逼君父，是想造反吗？女子亦占天下百姓的一半，朕解救他们，给他们向上的机会，他们为何要唾骂于朕？官员暴动，你报一个给我看看。陛下平等的承认天下女子也是他的百姓，陛下为我对抗文武百官，我怎可让如此好的陛下受人唾骂？陛下，臣愿与各位大人辩论，以学识和对百姓的贡献定输赢。准，有好戏看了。她是唯一一个站在朝堂上的女子，为了给自己和所有女子争取利益，她一定会争权夺利，把这朝堂搅得天翻地覆。陛下，臣请一试。三纲五常，男主外女主内，阴阳乾坤，乃是上古正理。你魅惑君上，聘击私臣，意欲何为？自古有之，便是对的吗？那为何前朝周王室覆灭，楚国行？为何楚国不沿用前朝旧法，尊前朝皇室？这说的还有也道理。前朝皇室，你强词夺理，不可理喻。陛下，我来一试。人口于国家而言乃重中之重，若允天下女子为官，导致人口衰弱，该当如何？若允天下女子为官，10月怀胎，耽误公务，又当如何？人口劳力是最珍贵的财富，再者，你不能不干事儿，吃空饷吧？户部尚书此言差矣。农耕亦为国之重人，天下不曾下田，不分五谷的读书人，不知凡几，可曾耽误农耕？您可曾听过一家有女百家求？那是因为百家有女一家流，每年被溺死的女婴乃是天下官员的数倍。如果女子能为官，她们就能活；如果她们能活，就算女官终身不嫁，楚国的人口也只会蒸蒸日上。人口算什么？只要陛下能统一天下，6国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，还缺人口吗？好大的气魄，好广阔的胸襟和格局。她虽是女子，但我不如她。听说她科举时一字未写，当场被陛下点为官员。等等，一字未写？难道陛下早就发掘了女子之中有此天地经纬之才，这才开放的科举，把骂名和公节全揽到自己身上来？陛下为了此等良才能名正言顺站到朝堂，竟不惜自污名声，背负万世骂名，这才是足以流传万世的圣君呐！我秦晖拍马不及。吴女官言之有理，臣拜服，同意其入朝为官。只是丞相之位责任深重，请陛下三思。丁检测到5枚提出治国良方，令秦晖心悦诚服，朝堂平稳度加10，国运加1万，昏君点减1万，余额负6万。不是姐妹你背刺我？陛下，臣想一试。不必说了，朕是皇帝，金口玉言。我说他是丞相，他就是丞相，我信他。再试下去，我又要负债累累了。陛下竟如此信我，
我一定不能让陛下失望，一定不能让人诟病陛下。陛下，臣有强国实策，请诸位观之。其一为君民论，臣以为君如舟，民如水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遂有王朝更迭，若想长治久安，必知民重君轻。其二为战争论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弱肉强食。遂楚国要长治久安，必有强大武力。臣献军功制，以军功封爵，举国赡养烈士老幼，不让马革裹尸的将士们寒心。其三为，其九为教育论，由国家推行全民免费读书识字，不致在亿万百姓中埋没大才。有劲哎呀！其十为均田论，多田者多税，少田者少税，令天下百姓都有田可种，国库有税可收，此为大善。若能推行此强国实论，楚国定能一统天下，请陛下明鉴。你，武丞相言之有理，臣拜服。恭喜陛下喜得大才。武丞相言之有理，恭喜陛下喜得大才。恭喜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民重君轻，军功封爵，均田制，强国实策。大傻说你在干什么嘛？到底谁才是穿越者？完了！丁，检测到5枚，凭才能征服文武百官，登上丞相位置。朝堂安定度加10，国运加1万，昏君点减1万，余额负7万。丁，检测到丞相5枚，现出千古良方，强国实策，宿主有望统一天下，即将名留青史，减1万，减1万，减10万。警告警告！当前余额负19万，超出最低下限9万。扣除宿主9天生存时间，即刻抹杀，即刻抹杀，即刻抹杀。完了，这下真BBQ了。不是说好的，我只负责躺平就好吗？我觉得系统你说谎。人工，我要转人工。我也没说要执行啊，我发誓强国实策会名留青史，而我会因为搁置它遗臭万年。人工，我要转人工，你害我！来人啊！陛下喜得良才，欢喜的晕了！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！我这是死了吗？没呢，把这个签了，你就能出去了。借款10万，还款20万，限期1个月还清，附加利息是亡国之前不能申请提前结束任务。你捅扒皮呀！高利贷都被你这么黑，说好的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躺赢的，你在玩杀猪盘的！投诉！我要投诉！姐之前也没想到，就吃喝玩乐、坐等亡国这么简单的任务，你都能搞砸呀。那我走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昏君点为负数，突破下限，抹杀程序启动中。姐，我错了，姐姐再爱我一次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，陛下？贵妃，真苦啊！为了不被抹杀，我含泪签下高利贷，借10万还20万，也就是说1个月内我至少得赚到30万昏君点，才能回正保住小命。苍天哪！我想做个昏君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该叫苦的是我才对。你这昏君运气怎么就这么好？随意提拔一个女混混都是惊天伟地之才，难道这昏君真的是天命所在？不，他贪花好色，懒惰成性，骄奢淫逸，天命怎么会看上他这样的人？这一定是天命给我圣国的考验。陛下可是为国事烦忧，
朝堂上也有5丞相这等惊天伟地之才，陛下若是还觉不够，不如微服私访，亲自去寻找漏掉的人才。既然丞相的任免都如此随意，那么朝堂上身居高位的，为何不能是我圣国人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陛下不如去贫民窟看看。对呀，一个不行，那就多来几个，总能把朝堂上这团水搅浑，总不能他们个个都是惊天伟地之才吧？爱妃言之有理，真是朕的福星。既然找女人当官也能翻车，那我这一次就找个大字不识的乞丐，我就不信气不死文武百官，搅不浑朝廷这汤水。大胆！别，老爷来贫民窟体会人间疾苦是好事，霍先生别那么紧张嘛。我看这人就是个文弱书生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失礼了，小生不是坏人，是听闻皇榜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岂料路遇劫匪，来迟了没赶上考试，身上钱财也被搜刮一空，只能寄居在贫民窟的破庙中，无意冒犯几位贵人。你怎知我们是贵人？此乃皇城达官显贵的居所，一块砖砸下来，砸到的不是官员就是侯爵。先生一行人气质不凡，和贫民窟格格不入，自然是贵人。好眼力！老爷您瞧这书生，虽落魄亦不改其志，或许是个人才，咱们考他一考。若是个有才之士，也是个佳话。爱妃果然爱我，一心一意都在为我和楚国着想。可我要做个昏君呐，再来个五梅这样的有才之士，我就该上吊了。精米赈灾，简直胡闹！灾民们配吃那么好的东西吗？依我看，应该换成粗糠，再掺些泥土，9斤米糠1斤土，既然是灾民，饿不死就行了。毕竟只有达官显贵看不上的东西，才能到灾民嘴里，不必受层层盘剥。好，说得好，这才是我要找的人才。当世和珅呢？这是。陈忠良，你旨擢封此人为户部侍郎，令秦晖好生培养。一个大贪官养出一个小贪官，上下盘剥，我等着他们掏空国库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提拔乞丐为3品大员，掌管天下财物，触发成就昏君无道，独断专行，昏君点加1万，当前余额负29万。成了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这要是多来几次，我的债不得马上还完，或许都用不着30天。怎么回事？这就让人急糊了。算了，能说出给灾民吃糠皮，我看那乞丐也是个贪官的料。放到朝堂上的户部，那不得是老鼠进了米缸，足够祸害楚国了。陈忠良，带他去找秦晖。是。这是陛下，他封我做正3品户部侍郎。他只听了我上半句大逆不道之言，就知道我的言外之意。陛下懂我，懂官场上的层层盘剥，懂灾民们的苦楚，知己啊！臣必不辜负陛下的期望。不是你谁？好美的女子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记得武梅不长这样啊，她因为强国实策被我封为钦差，打发到南边赈灾去了呀。臣户部侍郎上官婉，拜谢陛下赏识，无以为报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陛下的人了，为陛下马首是瞻。陛下竟识不得我？不怪陛下，陛下只是因才选人，是昨天事出突然，我忘了谢恩，也忘了向陛下介绍自己。美人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哦，昨天捡的那个乞丐呀，合着她是个女的。昨天那脸黑的还真没看出来。又是一个破格提拔的女官，陛下怎可如此色令智昏？陛下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此女不仅是个乞丐出身，还是罪臣之女。当年上官家贪没了先皇修建宫殿的银子，先皇判了他们满门抄斩，出嫁女也流放3000里。嘿，还是贪官世家，更喜欢了怎么办？
先皇判他流放，你们觉得先皇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皇帝。朕也是天子，是帝王，朕判他无罪。你要是还有意见，之前南边巡抚不是说南边旱灾吗？丞相已经去了。上官侍郎，你带着钱粮赶紧赶上去吧。事关黎民百姓，若陛下非要胡闹，臣只能血溅朝堂。望陛下今后三思而后行，以黎民百姓为重，不以自身喜好祸乱天下。我去，朝臣死谏，血溅朝堂，传出去我这辈子都钉在昏君的耻辱柱上了。但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李大人何必如此激动？陛下上位以来，从来是深谋远虑，我信他。将军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？陛下是天子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他反对陛下，要死就让他去死好了。你们记住，杀人者是我李元作，杀他是因为他挑衅了皇室威严，和陛下无关。还有谁对陛下的旨意有意见吗？谁准你们阻止楚天阙胡作非为，祸国殃民？他要是个明君，我还怎么名正言顺地造反坐上皇位？谁阻止他当昏君，我杀谁！我去，利益一致的情况下，这王叔还怪好用的嘞。听见了吗，上官婉？朕为你家平反，封你为钦差，赐尚方宝剑，赐你先斩后奏之权。丞相微服私访，你则在明面上总理赈灾事宜，可别让朕失望。一定好好发挥你贪官的基业，我还债就靠你了。臣拜谢陛下，一定不负陛下的期望，为陛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胡姐姐信中说的没错，陛下和先帝不一样，他是个盛世明君。我家10几年的冤屈，终于有重见天日之时了，我一定不能辜负陛下的期望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推翻先皇旨意，导致群臣死谏，触发成就昏庸无道，倒反天罡。昏君点加5万，余额负24万。不是说朝廷的赈灾粮下来了吗？怎么咱们吃的还是草根树皮，还有米糠？你没听说这次赈灾的是陛下随意提拔的女官？女人能成什么事儿？听说这一路上，她不仅把朝廷发下来的精米换成了米糠，还光明正大的收受贿赂。赈灾粮都到了她口袋，咱们可不就吃米糠了吗？陛下为色所迷，任用奸佞，不顾我等死活，我看还不如反了得了。你懂什么？好歹米糠能果腹，还能无限量供应，口感差点算什么？想想之前几次天灾的惨状，要真来的是精米，能轮得到我们吗？陛下深谋远虑，那位来赈灾的大人也真正体会过民情啊！是我狭隘了，不懂陛下的深谋远虑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圣明，我万岁万岁！看来百姓中还是有聪明人，不枉你背负骂名，为他们做的一切。不，深谋远虑的是陛下。陛下当初听了我的提议，只听了一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将我提为户部侍郎。他是我的伯乐知己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自然要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所以这就是你收下官员送来的贿赂，再将他们换成赈灾粮的理由。此事一出，恐怕京城不少人等着参你呢。为陛下赴汤蹈火，我不后悔。丁，检测到百官非议，昏君点加1万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提拔的官员收受贿赂，昏君点加1万，加1万，加1万。丁，检测到百姓怨声载道，反心已起，即将起义，昏君点加10万，余额负10万。上官婉不愧是贪官世家出来的，一个他就搞定了我大半欠款，这还不算后续。如果百姓真的起义反了，哎呦我去！等我王国带着1000亿资产回家了，给那姑奶奶立祠，叫爱妃们出来嗨！朕陪他们玩躲猫猫，他们赢了的话，通通封妃。如果被朕抓着了，就得脱一件衣服，直到脱光为止。快点，哎呀，讨厌！来啊！美人们可藏好了，
我要来抓人了。来呀，陛下，我在这儿呢。抓着你！陈忠良，怎么是你？陛下，百姓又把皇宫围住了。因为南边灾情的事吗？百姓报都要打进来了。我去，可以回家了。我得叫禁卫军放弃抵抗，到时候百姓冲进皇宫清君侧，把我揪下来，把父王推上去，应该算完过吧？陛下万寿无疆！听我二表舅的三姑妈的小儿子说，南边的灾情控制下来了。这一切多亏武丞相为钦差巡视灾区，更多亏了上官侍郎把精米换成便宜管饱的米糠。对呀，这一切明明都是陛下的功劳，是他知人善任，不拘一格用人才。有陛下这样的明君，是我们大楚的福气呀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寿无疆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，你们说啥？我应该朝政臭鸡蛋吗？陛下，完了！来人啊！陛下高兴的又晕倒了。丁，检测到100人认为宿主是盛世明君，昏君点减1万。丁，检测到1000人、1万人认为宿主是盛世明君，昏君点减1万，减1万，减1万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受万民爱戴，触发成就众志成城，民心所向，昏君点减10万，余额负30万。又一次一招回到解放前，我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？这狗系统不是在玩我吗？难道我选昏君系统真的选错了？陛下说什么？您可吓死臣妾了！又一次让那昏君化险为夷，他的运气怎么可以这么好？难道他真的是天命所归？不行，一统6国的必须是圣国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陛下，您可不能丢下臣妾。贵妃莫怕，贵妃果然爱我。难道这就是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？算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反正我还有20天，先好好跟贵妃共度良宵吧。陛下，别怪我。陛下娘娘，帝师求见。谢无忧，他来做什么？坏我好事。不对，那昏君有金丝软甲，幸好没动手。帝师求见，摆下御书房。爱妃，朕晚上再来看你。对呀，我还有谢无庸，他是文人之首，由他出手搞臭我的名声，好歹能赚回来点昏君点吧。微臣拜见陛下。爱卿不必多礼，起来吧，朕刚好有事找你。陛下请讲。朕要你搞臭朕的名声。楚天阙什么意思？是发现我投靠圣国了吗？老师，朕苦啊，朕不过阴差阳错做出点功绩，百姓们都快把朕吹成千古圣君了。朕名声像一座大山，将朕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令朕夜不能寐，也让某些道德败坏的人不敢露头。这座圣君的牌坊，朕不喜欢。老师明白吗？看来楚天阙还不知道我投靠圣国的事，但他这是要故意自误，引蛇出洞，把朝中有异心的人一网打尽，好狠的计策。幸亏我提前知道了。是，臣明白了。不过臣今日是为另一件事而来。陛下可知户部尚书秦晖一直在给镇南王运送兵器，二人异常亲密，时常互送礼物。运送的人发现秦尚书给镇南王运送的是钢制兵器和盔甲，镇南王给秦尚书运送的却是粮食，二人怕是有谋反之嫌呐。谋反？苍天哪，终于让我等到了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爱卿不必担忧，往南边运送兵器是朕的意思，他们的事
从头到尾朕都知道。没错，就是我的意思。求爷爷告奶奶，终于求到他们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了。原来如此，竟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臣告退。楚天阙竟如此信任卫青，看来挑拨他们君臣离心的计划还得从长计议。去吧去吧，从今天开始，老师只需要做好千古昏君这一个任务，不必操心其他事儿了。他们造反的事才几个头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。去，你去父王府上把今天的事。这便是今日之事。谢我咏檀和卫青和秦晖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。这可是个好机会。军权如果一直掌握在楚天阙手里，我还有什么机会？谋反可是大罪。阿依，你去联系诸位大臣和宗室族老，明日上朝处佞臣，清君侧。是。陛下，臣要弹劾镇南王卫青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。啥？你说啥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卫青乃是收服13城的有功之臣，你们想做什么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如此，何人还敢为我大楚效忠？兵器的事儿我知道，是我默许的，用的是我建宫殿剩下的材料，又没动用国库，也没拿你们的钱，你们大张旗鼓的做什么？陛下，臣敢以性命担保，镇南王绝无谋反之意。铸造兵器只因为南蛮有百越之地，撒谷成林，1年3爽，粮食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只是想给那些失去农具的百姓一条活路。百越，卫青把他打下来了，那样的话，我昏君点不得扣到爆表啊！我还有活路吗？南蛮彪悍，林中多瘴气，镇南王还未有进展，遂不敢告知陛下。不过兵强马壮的倒是抢了些粮食，但这些就不适合放在明面上说了。那可太好了朕是说百越之地，至多几年的功夫，必是我大楚的囊中之物。至于运送打造兵器之事，本就是朕的密旨。爱卿有何罪？敢污蔑爱卿者，诛9族！陛下密旨，还真让镇南王猜中了。陛下刚屋藏娇，为的不是美色，而是打造兵器，图谋百越。陛下不仅深谋远虑，为了楚国开疆拓土，还不惜自毁名声，千古圣君，千古圣君呐！我得把这些悄悄告诉百姓，一定不能让陛下的功绩淹没在尘埃里，背负骂名。怎么回事？探子告诉我，私造兵器确实是秦晖私下行事，这事自古就敏感。楚天阙为何要替他们遮掩？难道楚天阙看出我故意离间他和卫青？检测到有大臣私造兵器，宿主还替他们遮掩。恭喜宿主触发成就无脑昏君拱手让江山，昏君点加20万，余额负10万。Yes， 还清债务指日可待。不过还不够，怎么样才能让卫青得到激励，快快造反呢？哎，有了！参考《甄嬛传》的雍正和年羹尧啊！既然被发现了，我也不藏了。秦晖，你抓紧再打造一批钢铁兵器，和黄马褂一起运到南边。镇南王劳苦功高，赐封地自治之权，和黄马褂一件。黄马褂上身如朕亲临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有黄马褂在，镇南王可便宜行事。是，陛下英明。镇南王夺回13城，乃有功之臣，何该有此殊荣？亏我还觉得你聪明了，何该聪明不过3夕呀？你是真不怕功高震主啊！果然不适合当皇帝，这皇位就该是我的。事情都解决了，那就退朝吧。朕和爱妃去睡个回笼觉去。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容臣做一回小人，自古功高盖主，不得不防啊！够了，卫青乃有功之臣。你总盯着他做什么？你总盯着我赚钱的大宝贝做什么？他造反，造他的呗！我巴不得他造反呢，他造反我高兴着呢。不行，必须得做点什么转移一下视线，不
然造反还没开始就被他们搅和了怎么办？行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朕要封苏贵妃为后，从此垂帘听政，共掌江山。你们要是闲着，就去准备封后大典吧。退朝。陛下，三思啊！陛下，偏激私臣，必遭天谴。二圣临朝，垂帘听政之事，故未有之。苏贵妃乃宫女出身，身份卑贱啊！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拱手让权力，我这大侄子脑子坏了吧？丁检测到宿主带贵妃上朝，触发成就二圣临朝，乾坤颠倒，昏君点加10万。丁检测到众臣心率波动过大，开始质疑宿主，昏君点加1万，目前余额1万。恭喜宿主还清债务，脱离生命危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完成任务。半个月赚了30多万，看来还是倒反天罡逼人造反赚得多。接下来该干什么呢？要不学乾隆下江南吧？皇帝体验卡就快到期了，过时不候啊！贵妃有兴趣同朕到江南游玩一番吗？方才在朝堂上，我同众臣说了，要封你为后二圣临朝，趁着封后大典还在准备中，我带爱妃好好游玩一番吧。陛下厚爱，臣妾乐意之至。陛下若效仿先贤，臣妾也随陛下一起体恤民情，微服私访，一定能让百姓感受到陛下爱民如子之心。楚天却要封我为后，允我临朝与他共享权力，如今还要为这片刻的自由不惜背负骂名，带我同下江南。他竟如此爱我，我对得起这一份真挚的爱吗？不，我是个细作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楚天阙只是想用我转移群臣的视线罢了。他把我变成祸国妖妃，我有什么好感动的？我只有弟弟了，弟弟才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救他。千古圣君，爱民如子，爱妃果然爱我。滤镜都800米厚了，他一定是知道国库没钱了，才建议我微服私访，为我省钱，这才是真爱呀！哪怕我破产了，或许跟着我吃糠咽菜也毫无怨言。微服私访是不可能微服私访的，不万众瞩目，我怎么铺张浪费？爱妃此言差矣，这是你封后之前最后一次下江南，一定要万众瞩目才好，也让百姓们看看我大楚国母的风范。陈忠良，传朕旨意，1日之内，朕要看到能彰显帝王威仪的顶级龙舟，朕要以最盛大的场面到达江南。着令秦晖立刻去办，否则诛9族。不是，你不微服私访，还要搞万众瞩目的盛大场面，那我该怎么帮你啊？陛下三思啊！如此铺张浪费，陛下必遭万民唾骂。您是盛世明君，臣妾不愿意您为臣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。爱妃不必多虑，朕不在乎这些虚名，我要的就是万民唾骂呀。可古有唐明皇一骑红尘妃子笑，爱妃对我情真意切，我对爱妃的心远胜过唐明皇。如果您是唐明皇，我是杨贵妃，马嵬坡下您会怎么选？楚天阙呀楚天阙，你到底是真的爱我，还是把我当作你骄奢淫逸的靶子呢？国家兴亡在于执政的君主，与无辜的女子何干？红颜祸水不过是史官的托词。若真有那么一日，赴死的当是我才对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那得多少昏君点呀？那昏君的名头必须是我的呀！到时候卫青带着人打过来清君侧，我就可以带着千亿家产死回家了。陛下当真如此？他爱我至此，我当真要背叛他吗？或许他知我是奸细也不介意呢。不，我不能这么想，否则我弟弟怎么办？楚天阙既然爱我，就一定愿意为我放弃江山，对吧？臣妾说假如有下辈子，陛下愿意为臣妾放弃万里江山，只做一对平凡夫妻，一生一代一双人吗？当然。丁检测到宿主为贵妃劳民伤财，触发成就。昏君无道，爱美人不爱江山。昏君点加5万，余额6万。什么？1日内打造顶级龙舟？
帝师，你可得管管陛下呀！陛下把钱都花在了贵妃身上，国库已经穷到克扣我们的俸禄了，哪里还有钱搞顶配龙舟下江南？这不是闹呢吗？是啊，国库要有钱下江南，能先把俸禄发了吗？陛下如此，不是为难我等吗？慌什么？陛下的旨意又不是下给你们的，下给秦尚书的吗？1日之内，顶配龙舟极尽奢华下江南，陛下绝不会做无的放矢之事。这背后一定有我们看不懂的深意。但国库是真没钱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了豪华大船，我记得帝师大人出生顶流世家谢家吧？您可是陛下的老师，这10万两银子就靠你们贡献了。1日之内，必须造出一艘符合帝王身份的豪华大船，办得到。这10万两银子就是你的奖赏，办不到，就是你和你家九族的丧葬费。本官的尚方宝剑会亲自送他们上路。陛下绝不会下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1日之期如此苛刻，问题一定就出在这造船厂里。1日之内要造出符合帝王身份的豪华大船，这跟直接助我九族有什么区别？等等，那艘给倭人海盗打造的天皇号，今日正好完工，铺上华盖，插上龙旗，不就是现成的龙舟吗？但私造战船与倭国交易，可是通敌叛国的重罪。我一直瞒得很好，除了几个核心工匠之外，无人知晓。陛下是怎么知道的？完了，一定是东窗事发了。或许陛下爱才，准备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赌一把。启禀大人，小人手中真有一艘大船，从陛下登基那年开始建造，今日刚刚完工。既然陛下急用，大人拿去好了。哼，这么巧，什么专门为陛下万寿而制？这船分明是沿海海盗那边的款式，而且还做了加宽处理，核载1000人不成问题。武丞相昨日才传来消息，沿海有海外倭人入侵，结果这倭人都舞到皇城脚下了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想来陛下明面是想下江南，实则是想展示我水军实力，威慑海外诸国，算你识相。这船，本官代表陛下收下了。既然是贺礼，谈钱那可就俗了吧。哼，通敌叛国之徒，按律当斩。但此人造船技艺确实高超，能造出此等镇海神舟，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哼，对，留下此人，日后可为我大楚打造更强大的水师，以御外敌。我必须领会陛下的深意。你的贺礼，陛下很满意。你的小命暂时保住了，从今日起，给本官好好干活。若再敢有二心，知道下场。就算再有钱，要造一个安全的、符合帝王身份的大船，没个3、5年是不可能的。明天刚好拿这个做借口，再削一波官员，然后勉为其难乘坐现有的龙舟下江南。陛下，户部尚书求见。这么晚了，他是来请罪的，刚好趁机把他削成白板。这个混蛋之前可坑苦了我呀！宣恩，参见陛下，娘娘。你是来请罪的？请罪？回陛下，臣来向陛下交旨，臣不负陛下厚望，龙舟已经备好。既然办不好事儿，你就滚。什么？一夜间就造好的大船？你莫不是诓我吧？这船能坐吗？启禀陛下，造船厂感激陛下厚恩，这船造船厂从陛下登基那年就开始制作，
准备当做万寿节礼，今日刚巧完工。你仿佛在逗我！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？哎，一定是昏君系统太缺德。陛下既然传造好了，不如咱们现在就启程。臣妾自小入宫，还没看过皇宫之外的夜景呢。传旨朕与贵妃即刻起航，文武百官1个时辰内必须到码头登船，违令者罢官流放。没人喜欢大半夜的加班，这下文武百官不得把我喷成翔？丁，检测到因为宿主的骚操作，文武百官怨声载道，昏君点加100，加100，加100。王爷，听说京中2圣临朝，陛下带着妖妃和文武百官巡幸江南，却独独落了我们魏小将军。这是前些日子文武百官弹劾王爷，陛下对王爷亦心生警惕之心啊。是王爷，自古功高盖主都没有好下场。之前陛下为了钢屋藏娇，强夺农户的农具，又建烽火台，劳民伤财。如今2圣临朝，还要带着妖妃巡幸江南。王爷，陛下骨子里就是个昏君。前些日子他提拔武将，扶持王爷您夺回13城，我还当他是开了窍，想做个明君了。但如今看，这不过是他的一时兴起，兴致过了，又变回无药可救的昏君。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兄弟们考虑考虑啊。那你们认为我当如何？良禽择木而栖，圣国国君雄才大略，素来爱惜猛将。若王爷愿意，圣国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但一切还得从长计议。我在楚国是异姓王，楚国的皇帝赐我黄马褂，赐我面君不贵，赐我先斩后奏，便以行事。圣国能给我什么？王爷，楚皇赐给您的不过是一个虚名，一块贫瘠的封地，但圣皇能给您的是实权，是与国共修的荣耀。为表诚意，圣国新任元帅耶律齐已经秘密入关，就在军营之外，只等您的召见了。好，那就摆宴，请耶律元帅进来吧。陛下为了麻痹圣国，以身为饵，巡幸江南。我若不能趁此机会将圣国主力诱入腹地，拒而歼之，岂非辜负了陛下的苦心与信任？本王这份见面礼，耶律元帅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。这就是传闻中的钢甲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看来楚国的皇帝把血本都压在卫青身上，如此雄兵，若能为我大圣所用，抱歉，失手了。告诉你们的王，一字并将王和兵马大元帅的职位才配得上我。可以，不过我要这刚健的秘密，我要圣国一统天下。元帅能做主？我不仅是新任元帅，还是大圣皇族。口说无凭。我还有个表弟叫霍无极，在京都任骠骑将军，我会让他护着我的家眷南下圣国。我希望到时一字并将王府已经修好。王爷，您真的要？你说南境的兵是认那块假章，还是认我卫青？陛下，
您的棋局，臣已经为你布好了。张大人，来，陛下，不好了！边关传来急报，镇南王投靠圣国，反了！骠骑将军霍无极已经带着魏老将军及其家眷逃出京城。什么？谋反？我去！我等的花儿都谢了，终于等到了！完了，镇南王，呸！那个乱臣贼子手里有兵符，有黄马褂。陛下前段时间还叫人送去一批兵器，这下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臣早说过，那卫青功高盖主，意图不轨啊！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等现在应该怎么办。别忘了，负责京城防卫的是卫青的表弟，陛下新封的骠骑将军霍无极。完了，挑拨过头了。我想让卫青拥立我，可没想让他真造反呐，这可怎么办？听探子说，霍无极带着魏家的家眷逃出京城，南下圣国，这是个机会，请陛下下旨，组织江南驻军杀回去，夺回京城。够了！说是霍无极在京城留了后手，又或是和卫青会在半途截杀我等，如何是好？咱们已经在江南，依朕看，不如迁都江南好了。半壁江山也是江山嘛。爱妃别怕，只要朕不死，就一定不会让你有事，会让你风风光光的成为皇后。这事还没忘了我，他是真爱我，可也是真昏庸啊。这样也好，他就做个乐不思蜀的昏君，哪怕国破家亡，圣国国君也能容忍他活下来。等圣国一统天下时，我再想办法叫他假死。我们还有弟弟，一家3口隐姓埋名，做个富足却平凡的百姓也不错。检测到宿主拱手让江山，触发成就靖康之耻，半壁江山，昏君典加30万，余额36万。我操，36万，历史新高啊！昏君典亡国之后都是能换钱的。虽然我回去后会有1000亿资产，但谁嫌钱多呢？也是我对不起他，到时也给他留点立足之本吧。三思啊，陛下！那可是我楚国疆土，陛下怎可放弃了如此轻易？你置百姓于何地？秦大人所言极是，楚国每一寸国土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打下来的，臣宁死寸土不让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请陛下下旨，调集江南驻军夺回京都，我等愿为楚国死战。那你们就等着吧。走，爱妃，咱们出去玩。别理这些老古董，难得来一次，我带你夜游江南。走，爱妃，咱们出去玩。别理这些老古董，难得来一次，我带你夜游江南。陛下您不难过，不害怕？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盛极必衰，这是常理。登基的那一刻，我就想到了今天。如今我只想及时行乐，尔等无需在这跪着了。若对我失望，便投降新帝去吧。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尔等忠于百姓便可。无需忠于哪个王朝。陛下，您怎可如此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从知道卫青意图造反那天，特别诏书就写好了，就放在枕头下暗格。我比那个乐不思蜀的刘禅还要过分。等国家一亡，我估计就被钉在昏君的耻辱柱上，昏君典就滚滚来了。好通透的想法，可是我还是得抓他，只有这样，弟弟才会平安。希望楚天阙知道我真面目的那一刻，别怪我吧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像平凡夫妻。特别诏书在我枕下，待会儿暗卫会护着你离开。我已经为爱妃安排好了一切，我若死了，你无需为我伤心，隐姓埋名好好过日子吧，别忘了我。这昏君竟真如此爱我？不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们都不会有事。你虽然做不了皇帝了，但我们会白头偕老的。师妹说什么？你该不会真对这个昏君动心了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吧？快跑！你是圣国人，你
忠心的对象不会是圣果？是了，标签上只说他的忠心度是99%，没说他忠心的人是我。原来小丑是我自己啊！我不是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不是细作，你真心爱他。王母国传的是假消息吗？一起绑了带走。我对你不薄，哪怕回家了，也想为你找一条后路。抱歉，可我从来都是圣国的人。接近你一开始就是为了皇位。你想要皇位，你早说呀，何必大费周章？你怎么知道你开口，我不会给你呢？可这苏连约每次给我推荐的人都是探子，每次提的意见都是想坑楚国，而我却以为他贤良淑德，每次都和他反着来。难怪昏君殿跟抽了风似的加加减减，你可把我坑惨了，我是有失求虐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有能力把我架空，把整个楚国献给圣国，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楚天阙竟真如此爱我，爱到甚至愿意把江山拱手相让。他的爱意这般真挚，而我却……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个皇帝。假如有下辈子，陛下愿意为了臣妾放弃万里江山？当然。你别怕，我会用功劳跟国君换你，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好一对有情人呢，可惜他和你弟弟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你要你弟弟活着，你就杀了他，以此证明你对圣国的忠诚。不，楚天阙是一国之君，他还有大用，没有圣王的命令，你不能杀他。这些不用你操心，你找那么多借口，无非就是舍不得下手罢了。你这样，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圣国的忠诚了。难怪一个祸国的任务，你做了那么久还不见成效。我只给你3息时间，叛徒和叛徒家人的下场，你是知道的。师兄，至少不要让我亲手杀他。3、2，来吧，杀了我吧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谁让我众叛亲离，还落在敌人手里呢？在没完成任务之前，就连系统都在装死，活是活不了。一日夫妻百人，能活一个是一个吧。在苏连院手里，好歹能死个痛快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我估计是最惨最窝囊的穿越者了，不仅没享过福，还天天被人追杀。陛下，他竟真爱到愿意为我去死，我何德何能呢？我的忠诚无需对你证明，现在告诉我，我弟弟在哪？我卧底楚国时，弟弟才5岁，想来如今也长成了翩翩少年郎了吧？师妹啊，你还是那么天真，为什么一定要刨根问底呢？那个小崽子在你离开的第2天就死了，宫里哪里是他一个贱民可以待的地方呢？你说什么？你们这帮畜生，他才5岁啊！原来我们这些细作从始至终都是弃子。可惜不是个干净的，但这样更有滋味，不是吗？拱手让江山，好一个情圣！你就好好看着你的爱妃被我凌辱致死吧！住手！住手啊！你个只敢对女人耍威风的混蛋！没种的畜生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谁来救救我们？救救他！可是有谁会来救一个昏君和妖妃呢？受尽屈辱的死去，平息万民的怒火，这就是昏君和妖妃的下场。如果我当初选的是明君系统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
我就说你会后悔的。所以要改绑明军系统吗？还来得及吗？可我的昏君点都36万了。来得及呢，亲，我也有新手大礼包嘞。确定换绑。丁，数据入侵，明军系统覆盖中，1%、2%、99%，覆盖成功。丁，明军系统绑定成功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打开新手大礼包。新手礼包开启中，明军点+1，余额-359999。我去，你玩我！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你怎么来了？霍无极不是叛逃了吗？完了，刚出虎口又入狼窝。可以等卫青登上皇位再杀我不？亡国之前死了是真死啊！陛下以身作饵，请君入瓮。你以反叛为名，加眷做幌子，速速带兵南下护驾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歼灭圣国精锐。这不是陛下和表哥的计策吗？令陛下以身犯险，是臣无能，请陛下责罚。不是你别碰瓷啊！什么我的计策？丁，检测到宿主以身作饵，调出敌国细作，明军点+10万，余额-249999。哦，忘了，我现在绑定的是明军系统。他为什么刚还完债又欠30万呢？陛下，无事，你做得很好，救驾有功，带回去朕封你为冠军侯。霍无极不是反贼，我好歹不用死了。谢陛下。救命！我替弟弟报仇了，要杀妖寡，悉听尊便。爱妃不必自苦，我知爱妃也是身不由己。你若还愿意留在朕身边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今天的事不会有人知道的，那些刺客不必留活口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。这里面是我所知道的没被清扫的圣国细作，你们动作快一些，还来得及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东西真是我的及时雨啊！陛下竟然以身作饵，感化了敌国细作，拿到了重要资料。表哥说的没错，陛下真乃深谋远虑。丁，检测到霍无极抓获细作，明军点+1万。丁，检测到圣国据点被捣毁，明军点+1万。丁，检测到圣国在江南的据点被一网打尽，明军点+10万，余额-99999。丁，因驱逐昏君系统导致能量告急，否则系统自毁，倒计时10分钟。你说多少？10分钟？可我的明军点还是负数，哪来的钱充值啊？救命啊！陛下在说什么？何故喊救命？爱卿今日来，是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，来向朕讨赏的吗？你要说没有，我可就要嘎了。爱卿今日来，是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，来向朕讨赏的吗？你要说没有，我可就要嘎了。臣不敢居功，可却有好消息要奏禀陛下。快说来。臣带着尚方宝剑，微服私访，走了大半个南方，途经西江、苏江等地，平反冤假错案100余起，斩了贪官污吏、地主恶霸10数人，拿他们的银子在当地修桥铺路，建立学堂。陛下和臣畅谈的全民义务教育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，只是山匪未清，均田制的时机也未成熟。即便如此，百姓们依旧感恩戴德。臣走时，他们哭送数10里，还献上了这把万民伞。这都是陛下的功劳，臣不敢居功，
陛下是臣见过最圣明的君主，臣代百姓恭祝陛下万岁万年，流芳青史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麾下臣子做出利国利民之事，明君点加1万。丁，检测到万民伞，明君点加10万，余额10001。丁，恭喜宿主余额回正，抹杀倒计时停止，宿主明君点首次破万，奖励技能背水一战。注：技能开启后，宿主所在军队士气大涨，个个都是悍不畏死、以一敌十的精兵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明君点突破1万，获得成就声名鹊起。注：此成就有5个阶段：声名鹊起、名声鼎盛、明君之资、四海之主、千古一帝。解锁终极成就千古一帝后，奖励时空之门，宿主可以通过时空门回归，自由穿梭2界。原来朕折腾了这么久，竟真把他们护住了。他本想做个亡国昏君，却在阴差阳错之间走上了一条千古一帝的路。